好吧？民进党的发言人叫卓冠廷了，好几个发言人，不过卓冠廷是发言人。他说呢，赖清德呢下令35个罢蓝的这个联署呢，通通要通过，而且要林右昌紧盯党公职，而且说如果外面有打电话进来反映的话，你一定要记下来啊。意思就是党公职如果被人家抱怨说这个罢免不利的话呢，这个将来都要这个记下来的啊。那林右昌说，对了，但是我们没有主导啦，这还是公民团体啦，是公民团体自主啦，也不是民进党主导啦，我们是全力协助啦。而且维护这个公民团体的权利了哈。那党中央有5项指示，要求希望所有党公职全力协助，态度很清楚，就是从旁全力支持啊。那另外呢，这个到底赖清德有没有下军令状？在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说，我们没有收到还有下军令状啊，也没有听到啊。但是那个我看那个谁，那个卓冠廷是说呢，好像在一次中常会。他是说赖主席清德在一次中常会上下达军令，每一区都要救，所以呢，联署罢免的国民党委员35个，通通要通过，在上个礼拜的中常会呢，赖清德又直接交办林右昌，所有打电话进来的党中央表达哪一个议员、哪一个县市党部不认真的，都要直接告诉赖清德，我要求的是我要求的，换句话说，大家都要努力。谁不努力，万一有下面反映出来，说哪个区党、县党部、市党部不努力，或者哪个民进党的这个公职不努力，打电话给你，要跟我要报告，要让我知道上礼拜的中常会那所以呢，网络上当然就有各种不同的讲法了，说也搞了半天是民进党这个中央主导了不演啊等等，但刘长坚持我们是从旁协助，我们看一下。主席有提到过，对，希望那35区的罢免联署都能够通过。党工电话接不完，这句赖主席才是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就透露，赖主席下达军令，罢免蓝委2阶都要过关，更交办林右昌若有抱怨不认真的，直接致电告知。因为在南投就出现罢免马文君团队就责在地议员陈怡君议员，是否有个别的公职人员他是否努力？我想这一部分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关心跟了解。罢免行动是公民团体自主的行为。从来就不是民进党主导，没有否认打擦边球。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就比较讨论在比较表层的浮面上面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经过多年来的演变，大家都同意，不管哪个党，你当选了总统以后，你就兼党主席。那目的何在呢？就是要把府院党团4个机构变成3个。那为什么变成3个？哪一个消失呢？就是党消失了，弱化了。所以呢，总统不会碰到党有不一样的意见，或者是主席跟他有不一样的意见，这是原始的目的。现在倒过来了，现在不但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提供给总统另外一个平台，所以他自己有另外的意见，而不便以总统的身份发布的时候，他就跑去中常会了，就以主席的身份说，每一个国民党的委员，就像赖士葆那么优秀的，也要罢免。好，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那真的是襟怀呢，那就牵涉到今天所讲的，到底赖清德是不是独裁者的问题。这也是现在暐瀚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万箭攻心的一个题材。因为暐瀚认为赖清德还不够称为独裁者，我同意我站在他这一边。那现在问题是，你以主席的身份，每一个委员都要罢下来，然后呢，所有预算的冻结款，通通要解冻，通通要解冻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总统的身份的话，你不可以这样的，你就是不能容许每一个中央部门有另外不同的党存在，独裁者，这是独裁者但是呢，他是以主席的身份下这个命令的话，那个是竞选动员的一部分呢，听起来是可以，但是刚刚选完都还不到1年呢，现在理论上讲是没有竞选这个东西存在的，但现在民进党把它搞成沸沸腾腾，全国都在竞选，都在选举，无时无刻不竞选不选举，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恶，真的是目无法纪。但是如果你大概是没有绿营的朋友，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绿营的，而且都是知识分子哦，高中的同学、大学的同学，现在都80多岁了。他们谈到大罢免，兴奋的要命，传这个 line 啊，传这个 message 啊，传的非常不亦乐乎，而且都觉得要救台湾就是要这个样子。我看到国民党吼，实在行到这个地步，实在无得行，真可怜。现在。昨天我在友台的时候，刚好对面是卓冠廷哈，他就在讲这个赖清德下令这件事，他用“救”这个字，我想说他要救什么？救应该是说他要救自己民进党的立委被罢免才对啊。好，结果他是要救什么？救台湾？救不是，他是要救说，嘿。二阶如果人家要罢免国民党立委可能不过的，他要去救这一些可能二阶不过的。我想说这很怪耶，二阶不过的啊，不就是说可能这一些要罢免国民党的这些区域，人家没有那么热情啊，这为什么要去救嘞？不是说这些都是公民团体自主的吗？你用的应该是 push 才对啊，为什么要去救呢？所以赖清德的想法跟民进党的想法是很奇怪的耶。民进党要出手去救这一些公民团体，然后要让这一些罢免国民党的这些都过。我觉得民进党是执政者啊。之前如果我们认为罢免他的公民权利是怎么样？如果你发现个别的一些民意代表被选上以后，他做得不好还有一个补救的机会。这一区的民众，他也可以行使罢免权，把它罢掉。但是现在民进党他是滥用这个罢免权，他要大规模的去铲除异己。这个国会里面，凡是不是我这个党的民众党因为是不分区，他没办法。国民党的区域立委，他要全面性的把它罢掉，所以他用的是大罢免。好，那二阶有一些明明有一些区域。二阶他是过不了关的因为那一个区域的很多民众他是不想去参与这个联署的，因为一阶只要1%很容易嘛，二阶要10%，所以很多民众他其实是不想去联署的。但是这个时候赖清德赖黄想说不行，我要动用党的力量去把它救起来，所以他用救而且只要我们的党籍议员不配合的，告诉总统我要去盯着他。身为一个总统，你假包没代记者呢，你没事做关税战还没有解决耶，他居然要把他的心力放在这里他把他心力放在这里直接告诉我来盯，他要35区全部给他过，全部进入第3阶段重选，也就是他要干嘛？他要全面性的在立法院翻盘，他要像蔡英文一样唯我独尊，这就是赖清德。这就是人家说的民主式的独裁，以民主之名来破坏民主，这就是我们赖清德，他根本不 care 关税战这件事。因为这个东西一开始大家看了觉得鸡同鸭讲，但实际上答案就很清楚了。因为卓冠廷的意思是说，赖主席下令35个罢国民党里，其实34个陈超明身上无党籍，都一定要过2阶，因为有一些被宣称已经过2阶，要看最后中选院怎么看的，有一些。看起来根本连达标的数字都不到的时候，那党中央里面开中常会说要去让他达标，等于就是下令，对不对？那林右昌的这个秘书长今天跑出来讲是说什么？说我们没有主导，不有没有下令嘛？但记者要问的是有没有下令，那这样看起来是有，不然你就讲说没有这个下令，我们没有，我们从头到尾就是没有下令就让他完成。但很清楚啦，因为国民党的罢免案跟民进党的罢免案。时间上应该会脱钩，因为时间已经拉开距离了。民进党现在目前2阶已经要送件，还要去审，如果不需要补件的，就直接成案了。那国民党现在第1阶段提议还在卡官司，现在目前到处在搜索，在查说有没有这个死亡联署跟这个伪造文书跟错假。所以，除非中选会他把它等很久以后到后来一起投罢免案，不然的话，否则我们台湾第一次出现的集体大罢免的时候，会是国民党立委被罢，没有民进党。那这个数字是35个。还是20个，还是有差，所以看起来赖清德总统的意思就是说，让它变成是全国性的，35个通通上。可是当你已经下令的时候，人家民众就会认为说，从头到尾都民进党主导。那最近柯建铭总统没有讲话，那卓冠廷补这句话，告诉他说，我们还是希望就要全部都过了，那个仇恨值就会继续增加。我来补一下话，我作证，
有一个民进党议员亲口跟我讲，他1个礼拜接到党中央2个电话，他说你扣打现在都不够，高料不够，扣打就几千份啦，为什么不够？爱高啊，注射高大呀，1个礼拜2次电话，所以很清楚的，这一次的大罢免就是赖清德发动的，这个危害很多的。这两者的来，听我讲，先听我讲啊。表面上是什么？哦，公民团体自主，那是放第一线，很像共产党的打法，把人民推第一线，第2线主力主战部队在第2线，一次议员就是几千份，伟汉呢很多的这个评论呢，我都不看美。但是你说他不独裁这一点，我是反对的。他现在看起来不独裁，他现在就要什么？他就希望把所有的国民党的区域立委全部罢掉，那不就独裁了吗？没有反对声音啊！台湾是民主国家吗？民进党最喜欢讲，台湾最骄傲的就是民主输出，结果输出一个说哦，没有区域立委。假如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赖清德脑筋没有想很清楚了，统统给你罢掉好了，好不好？你能够统统补得上吗？很多的地方是还要再选啊，等于1届、2届、3届是罢免，第4届重选，拢你也就。徐先生回来。好，国民党新北市党部的书记长呢也被羁押禁见啊。那另外呢，今天基隆市的民政处长以及罢免的领衔人呢，基隆没有立委可以罢，他们罢议员了哈。国民党基隆都以及国民党的基隆部市党部主委呢都被声押了，民政处长、领衔人、党部主委都被声押哈。那大概从3月20号开始了哈。就开始先去台南市党部搜索，然后把这个副主委收押禁见。接着呢，新北的板桥3重区党部4月15号，然后台北市党部4月17号，宜兰县党部呢4月24号，新北市党部4月18号，基隆市党部4月18号，好，就昨天嘛，就通通去搜索了哈。那主要是他这个户政处长说被收押，那林佩强说，如果说户政处长他就不会有死亡联署啊。因为呢，他是怎么样？就现在只要把那个名单输到 Excel 做成一个社长，送到户政的大电脑里面，资料一比对，死亡的啦、户籍不在就通通剔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容易，就是说很容易就把你剔掉了，你不合。所以为什么中选会在一阶剔掉那么多人？他电脑一进去觉得这不是中选会，是地方政府报上去的，这些都已经剔掉了。所以呢，这个照理讲还会有死亡联署，这也很奇怪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吴宗宪委员他们今天开的这个记者会说呢，调查局说有开视讯会议各地调查局有视讯会议，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呢有给专案奖金啦，或是专案的这个升迁啦，专案来办理啊，要严办蓝营了。调查局就说子虚乌有，我们没有这样子没有给奖金那另外呢，这个吴宗宪也说呢，是不是检察总长下令否则怎么会一起那么多都在办呢？那这个最高检察署也说没有这个检察总长邢太昭并没有呢下令说呢各地要一起办我觉得这事情可能有几个要澄清。第一个就是说，这不是第一次死亡联署，不是第一次说有这个名单不对嘛，以前也有过。那第一个，以前中选会有没有把它送给地检署叫他们去办？送给这个检察署还不办？以前有没有？第二个，以前检察署接到这案子有没有像这次这样办？有没有又把人家羁押又关起来，在家里搜索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第一次嘛。那是不是以后都要这样比照办理？以后只要是伪造文书啦什么，也可以树立一个案例嘛。以后都是要这样做了还是呢？这次是特例，是只有这次这样那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那所以吴宗宪说，如果没有检察官指挥用大案的规模办，这是违罪，5年以下是违罪的。就算有5年以下有期徒刑呢，基本上很多时候都是易科罚金就解决了，没有说5年以下可以3年、4年、3年、2年、1年，甚至6个月，然后呢易科罚金都有的所以就是伪造文书这个罪本身并不是那么大的罪了。那以后是不是都要这样规模办？就立委问嘛你回答就好，你到底是还是不是嘛那吴宗宪是怀疑说调查局有专签了，而且有续奖鼓励幽灵的联署抓到我就给你奖励。到底有没有？我看一下。
黑色外套，戴着口罩，他是新北市国民党部书记长陈真荣。凌晨移送新北地检复讯，确定遭到检方声押，上午召开羁押庭。另外，扎着包包头、穿深蓝色外套的是国民党新北市党务秘书朱贝仪，在调查局人员陪同下走进新北地检署，这回讯后请回。而着手紧紧抓的调查局人员背心进到地检，没多久，国民党三重区党部执行长罗大宇也现身。罗大宇晚间讯后请回，除了他之外，板桥区党工蔡甘子也是2度被约谈，上回3万元交保，这次无保请回。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吗？为什么会被2度约谈？是不是有提供什么相关证据给检方呢？检调这个月15号已经兵分30路搜索国民党新北市板桥和三重党部，这回又前往新北市党部3处地点搜索，基隆党部也同时被调查。那个里面不要进来哦。没有。配合一下，上去不要进来。基隆地检署查办幽灵联署案，针对联署罢免民进党议员郑文婷的领衔人纪文全、副领衔人许绍业，还有联署罢免民进党议员张之豪的领衔人尤正义，以及基隆市党部主委等7个人，通通带回调查。侦查对象最好都能够把事情来讲清楚。那我们也秉持无罪推定原则那我们会继续观察事情的后续。国民党基层党部接连被搜索、约谈再约谈，司法正义是否凌驾蓝绿，就看检调能否以证据办案，秉持中立客观，撇清外界质疑。好吧，这个来志豪，嗨，请说，你是当事人。是，我是当事人。那其实呢，因为我的罢免案的领衔人，其实好像应该已经交保回家了啦，所以说我也为他感到很开心啊，尤先生。那但是呢，但是我们基隆的另外一个民进党议员这个罢免的联署的领衔人。那个季先生，他就好像就是被羁押了。那今天其实现在基隆，我还是要给大家回顾一下，现在基隆目前有3个罢免案正在进行中，一个是国民党立委林佩祥委员的案子，另外2个是民进党议员的这2个罢免案子，所以总共有3个案子。那这3个案子呢，全部都是基隆市的选委会必须要来办理嘛，所以他们整个原本前面这个联署的罢免联署啦，然后这个收件啦，跟这个审核，全部都要经过基隆的选委会。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才开始有了从几天前，然后大概上周开始，就是这个调查站，他们先去调查了什么？先去调查了这些罢免林佩祥联署人第1阶段的这些联署人，他们一个一个早上凌晨6点半就去他们家开按铃，这个去问他说你有没有联署？你有没有这个联署这个罢免林佩祥委员？所以检调那个时候就开始查，一路查到了后来变成查到。如果罢免我跟罢免这个郑文婷议员的这些联署人跟领衔人，那今天我看检方他们从早上到现在这些相关的事情，最后竟然原本其实这全部都还是在可能这个有党部提供名册，有可能有抄名册，有做这个联署的这些联署书，所以才会有大量的死亡联署跟大量的错误的这个情势，这个都是基隆市选委会挑出来的毛病嘛。但是，一直到今天出现的是基隆市的民政处长张元祥张处长，他也就是被声押。那当然，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完全还不知道他们的司法到底侦查的那重点是什么。那有人说是因为张元祥处长他提供了这些户政的资料，然后所以让人家去抄这联署书。但是我的理解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可能是因为民政系统民政用户政系统的方式去提供了这个选委会疑似。有可能会让他去查水表，大家都说我们如果怕联署会被查水表，到底查水表是怎么回事？其实这都是一个大家传闻的东西，但实际上如果要查水表，该怎么进行？你一定要从联署书上面的这些人的住址、名字，然后再去对比他对比他的实际上这个人是如何，你怎么样子联络得到他，然后再去找他的不论是店家啦、工作的地点啦等等啦。这是去年这个罢良的那个时候。这个那个领衔人，他在第一时间，他马上就在他的工作上面，马上就出了状况。那个地方联署站，他一开这个联署站，第一时间，我们市政府的人就跑去真的去查水表你们这边水压太低了，你们这边这个水沟哪里不通？这种事情就是真的发生了，我们才是回想说，那到底市政府或是地方政府，他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号的问题，他是怎么样透过这些联署的系统，然后最后回到
你的家、你的个人、你的这些各自的这些出现，所以说才会考量。我在猜，这真的是猜，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检调他们实际上这个司法内容是怎么样。不过我希望张云祥处长也是，我希望呢，我们无罪推定的话，我当然希望说张云祥处长，如果他真的有做什么事情，就全盘托出。如果有人指使你，你就把它讲出来，勇敢的讲出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就好。请问一句哈，罢免你的联署人当中，有多少是死亡人口？一个。只有一个，所以说不一样的案件。我的是30几件那个伪造，如果只有一个的话，郑文婷是40几个，如果只有一个的话，是不是有人他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什么帮他签哦？一个的话，真的不是故意的了哈。所以我这个就交保了。最近有一个民调，70%的人认为政治力介入媒体，这代表什么？连民进党支持者都觉得政治力介入媒体，有60%的人觉得政府高层滥用权力，然后59% 的人觉得政府选择性办案，57.9% 的人认为政治力介入检调机构办案，57.6% 的人认为政治力介入司法案件。所以检调再继续这样办吧，我们的检调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如果我们的检调觉得自己都秉公办案、大公无私的话，为什么过半的民众不信任你们？为什么过半的民众觉得政治力都介入你们了？为什么你们办的全部都是办蓝不办绿呢？林佩祥的案子现在也有100多件是虚假联署啊，那你们办到哪里了呢？你们羁押了谁了呢？你们除了早上6点去问人家说是不是你自己联署了以外，你们又做了什么事情呢？或许林佩祥这个案子就是张云祥处长被声押的原因。你现在说的是这样子吗？张元祥被声押的原因，我也觉得很奇怪。说张元祥伪造文书，那张元祥是一个民政处长，他伪造什么文书？我也觉得很奇怪，他自己去抄吗？先前传出来是说，他借由民政系统去提供名单。这我也觉得很奇怪，大家知不知道？因为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待过，户政人员，而且要户政人员呢，不是民政局的人，民政局里面有很多科，要户政科的人才有那个系统的代号，而且他每一次的登录都会留下记录，这个记录包括他查了哪个人，我查了赖士葆委员。都会留下记号，在下午3点55分的55秒，我游淑慧查了赖士葆这一笔记录，所以户政人员他都不敢乱查的所以民政处长还有没有这一个账号可以登录户政系统，我都打一个问号。所以今天他有没有可不可以查个资是一个问题，然后结果声押理由居然是又变成他伪造文书了。同样，花莲这个民政处长被羁押的也是说他泄露个资，请问一下，他去看个资跟他泄露个资这又是2回事哦。他有没有把他看的个资去告诉外面的人？这完全是2回事他看了个资去确认说这个人有没有死，这个是不是死亡联署？这是他执行公务可是执行公务也被抓，所以我觉得现在全台湾的看守所应该都已经爆满了，而这爆满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在罢免民进党的立委，就这样而已。去下再回来。好，朱立伦国民党主席说呢，520开始要全面罢赖清德那说呢联署因为现在这个15个民进党蓝蓝罢绿15个通过1阶嘛那所以呢现在要变成2阶，2阶比较困难了所以朱立伦说呢，这个不管是立法委员、县市议员，还有甚至这个乡镇民代表，都应该要有 quota， 都要配额。那联署的结果呢，会列入考核当中也会公告它主要公告让蓝营支持者知道，说谁呢有努力，谁没有努力那没有努力的呢，就表示你现在呢，一种是没有努力，一种是没实力嘛。你连联署都不知道，下次我找别人把你换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要列入考核那卓荣泰就说朱立伦呢你没有读宪法，你要罢赖清德怎么罢
你要罢赖清德，昨天我们讲过，只有2种方法啊，一种是立法院啊这个1/4提案啊，然后呢经过这个2/3通过，然后交给这个人民啊这个过半数的选民去复决，过半数选民在台湾将近1000万了，970几万了，好，然后通过过半数同意才把总统罢掉，好，但是立法院要2/3你就过不了啊，你现在立法院不够2/3嘛，哦，你没有嘛，民进党也多于1/3嘛。第二个呢，就是立法院2/3通过以后呢，给这个大法官去弹劾，交去弹劾，但是呢，你还是过不了2/3，所以2/3是一个基本的门槛哦。所以呢，意思是说你没有读宪法，但是媒体也讲啊，说你卓荣泰要朱立伦读宪法啊，苏贞昌当时当民进党主席不是也去罢马英九吗？那民进党那个时候有2/3吗？也没啊，你只给马英九难看而已啊。哦，所以当时民进党立委席次比现在国民党少得多了。国民党现在至少52席，加上党50席，加上民众党62席，那你这种民众党才几席啊？哦，所以你民进党那时候可能才30几席啊，你就要罢马英九，你不是也罢吗？那苏贞昌是怎样？苏贞昌很倒霉的，苏贞昌并没有讲话，但是苏贞昌是民进党主席啊。哦，你不是也罢马英九吗？哦，那林右昌哦说呢，这个朱立伦呢言行走极端路径，要罢我们赖清德，只是为了巩固你党主席的位置哦。所以呢，孙中山如果再次会气到说不出话，为什么呢？说国民党这个假联署呢牵涉组织犯罪，民进党现在其实啊，我上次讲过了啊，其实伪造文书罪是很轻的，根本就是个轻罪啊，根本不会去搜索。但是呢，民进党现在或是地检署呢，会检察官把国民党当成一个黑帮，这个组织犯罪哦。那联合报也问啊，说啊，国民党组织犯罪，国民党现在才罢你15个就组织犯罪了，那你民进党在动员罢35个国民党，你没有组织犯罪吗？我们看一下，罢免总统，这宪法上明有规定，请详读宪法之后再来提出自己的看法。朱立伦现在所有一切的一个动作还有言行，他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去巩固他党主席的一个位置？说的这事，就是因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要在520发动罢免赖总统，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亲上火线，火力全开。朱立伦不只应该向全民道歉，而且也应该负起政治责任，使出假联署、真抄名册的奥包。如果孙中山还在世，相信可能会气到连话都说不出来。来，老沈，是这样哈，我觉得我先回到上面一个题目啦，因为您有讲这个检调大动干戈，抓这么多人，办这么大案，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但是哈，原谅我哈，这个冒犯大家，我也觉得大罢免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是不是因为有第一次的大罢免才触动这个检调要大动干戈？但这个东西的连结是大家忽然间心有默契，说我们来干，还是上面有人你觉得？你觉得呢？我不知道。你想嘛？你如果猜的话呢？我不知是很难讲啊，因为也可以是心同此理嘛，啊，也可以说这个要指挥也很简单啊，所以我就那件事情来讲，我建议检调既然办了，赶快破案。赶快做结论，要不然对不起当事人，尤其是对不起国民党。你去结案嘛，你就搞个水落石出嘛。看起来好像没有要结案的样子。我提一下，不要忘了哦。比如说黄立行一羁押就2个月哦，就关在里面2个月哦。一羁押就是2个月。但其中鬼气啊！啊，对，这种鬼嘛，对吧？而且现在真的有人就不敢有寒蝉效应。对，好，你现在看整个来讲，整个我们就看。你看你们那个中正万华。对。现在除了什么李孝亮还比较积极哈，但是他没自宫，不敢动了，都不动了。那我们现在看到，也加嘛，也很多一辈子没有被检调约谈过，吓死了。罢蓝军的一路绿灯畅行无阻。你赶快的讲，检调你查什么罢蓝军里面有什么的，里面有死人了。罢免林佩祥的就被一个约谈，早上6点半，但是只有约谈，没有去搜索基隆市党部。光是这样子，寒蝉效应就是这样就已经有了。那你们国民党不更寒蝉？不是我的意思说，对，就是说，因为他基本上就搜索联署人的家，搜索党部，对林佩祥没有这样嘛，对不对？100多个也没有这样。那要报立委的人就是什么？约谈、搜索、羁押、伺候你。这一来的话，所以
就很多的名嘴就讲了嘛，最后的结果就是赖清德要的嘛，要保护立委，让立委第2阶段成案的是0，他目标是这个样子。那是什么画面？国民党如果2阶段过了，20或者25或者30，比0呢？比0呢？现在朱立伦讲这个是对的。我最早第一个，我开第一枪说绝对1848，结果你看到后来就是一团乱。这个时候你国民党拿出点气势，他敢罢你，你就敢罢他。这个时间早一点，如果早几个月前，我那时候讲的话，国民党就动的话，不会像今天这么辛苦嘛。现在的结果，你只对了一半。现在这么辛苦，反罢就是错误。我告诉你错误，问题是气势的问题。除了这里面讲的气势的问题，大家都了解，其实罢35席、罢20席，这个意义其实是不大，因为你主要是要想多6席。你过半嘛？我老实讲，你能够罢成10席，6席就有机会了，不是没有。你要罢到35，然后你全民皆兵，很多地方是给你罢掉，你改选你也是输嘛。很多这个你也可以精算的啦，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一团乱，然后大家再去骂谁，骂来骂去，其实我觉得最该被骂的是检察官，因为检察官有恃无恐。今天他只要起诉一个人哦，或者羁押一个人，这个人大家就毁了一半了。然后检察官以后如果都没事，一点点呢，他都没有事，他也不用受到处罚。我觉得相关的刑事诉讼法要把它修正。检察官如果滥诉，检察官要受一定的处分。老沈刚刚说了，他也不知道是到底是有下令还是刚好碰到，不是几种可能，刚好人同此心，几种可能了哈。一种就是你讲的人同此心，都心电感应，对吧？一种是下令，一种是没下令，但是揣摩上意也有嘛哈，也有可能。还有一种也是同时进行，前后差一点时间都有可能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了哈，就是检察官这种行为哈，已经违反一般的潜力，也违反常态了。所以我常常想哈，比如现在做民调，大家相信司法的这个可能只有30-40%，都是那个大概最低、最不相信的之一。那我就不懂哦。今天如果我是一个检察官，我总希望说，将来人家问说你在哪里工作啊？我什么就检察官啊，钦佩你，或是钦佩你太太，钦佩你先生，或你孩子说我爸爸我妈在哪里工作，大家觉得好。那如果现在在哪里工作不好意思讲出来，大家就说哦，那对，要考个检察官不容易呢。律师现在比较容易，要考司法人员现在不容易啊。大学法律系甚至研究所毕业，要那么苦读，然后考上还要去训练，然后再分派。那我也相信100个检察官有90，起码有90个都是好的。但就那10个就把你们都坑了嘛，真的就坏了。这10个就让大家都对整个检察官打一个问号嘛。所以你这90个检察官也应该小指鸣鼓而攻之，要指责那10个检察官了。所以我现在看今天媒体报道说，很多基层检察官心里不服，都不敢讲，都不愿意讲。你当然要讲啊！哦，你们都不讲的话，就让这10个嚣张嘛。而且这10个将来升官都是他们啊，他们现在你们长官在那管你们啊，不是这样子吗？马英九3中案，4个检察官办马英九的3中案，办完以后4个全部升主任检察官，立刻升，没有拖很久哦，就升了。那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对其他不愿意同流合污的检察官，那看了心里到底作何感想呢？而且这人当了主任检察官，就是你就比你大啦，对不对？那这个对吗？可以这样子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台南市林俊宪委员发文呛陈亭妃委员，说陈亭妃跟国民党联手打击党内。哦，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大概争取了2座停车场在台南了啊，说大概地方经费不够啊，大概有些林俊宪呢或是委员呢有向中央争取了，然后就要破土嘛，因为破土是重要的是动土了，动土蛮重要的哈。然后呢，因为这个蔡玉辉就以前是国民党台南市议会的党鞭了，现在可能是议员啊，国民党议员陈亭妃跟议员呢，他那个林俊宪指责说他们有合作关系，哦，那所以呢，这个说因为呢，他们昨天动土典礼之后，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蔡玉辉大闹会场，说跟林俊宪无关，骂林俊宪哦。
但是呢，陈亭妃也在旁边，哦，支持他的谎言，我不懂是没有辩驳还是支持，还是说他讲的对，还是说没有讲话哦？那甚至呢说是由他协助争取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委员嘛不是只有你争取啊，那大家都在争取啊，也许是你主争取，但是我协助争取啊，反正林俊宪不爽陈亭妃了哦，因为他们现在这个要争台南市长的提名，真的蛮激烈的哈。陈亭妃说：“你这个完全失焦，搞错对象哦。尤其赖总统还强调说，现阶段最重要是团结向前，而不是呢骂我呢内部消耗。所以陈亭妃呢4两拨千斤说没这事情啊。那这个，所以陈亭妃也发表一个党内是竞争，不是斗争嘛？你把我搞成这样干嘛？哦，因为他们去破土了，所以这是蔡玉辉，这是陈亭妃，一定还有别人呐，哦，一定还有别人哈。那这个郭国文就说陈亭妃说明一下，你跟国民党到底什么关系？反正就现在台南是因为陈亭妃民调第1名嘛，所以大家就要围攻他。就像高雄市当时那个谁第1名有没有？那个林代化委员第1名不就被打嘛？哈，其他就先打你再说嘛哈。那先把第1名打下来哈，然后呢，这个蔡玉辉就去呛林俊宪说，你如果有证据哦，陈亭妃跟我哦，或是呢，如果呢说当天是喜气流畅的、啊，对不对？我哪有去这个林俊宪本人也没在现场啊，哦，陈亭妃在现场哦，也没听到有什么纷争啊。到底为什么抹黑我呢？那如果抹黑陈亭妃呢？哦，那说如果说有我率众闹场的证据，我立刻辞职。我什么去大闹喜气洋洋的一片，这个停车场破土动土是很好啊，我哪有去率众闹场呢？我们看一下。好幼稚。台南市新营停车场动土典礼，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全程对调调台南市长黄伟哲，但同党立委林俊宪指控蓝营议员蔡玉辉闹场，抹黑他是割稻尾，质疑背后是陈亭妃指使。最遗憾的是，陈亭妃委员竟然跟这样的国民党议员站在一起，支持者们都看到了，这国民党这个议员蔡玉辉，他就跟我们陈亭妃委员，这个几乎都是一起联合行动。秀出公文证明停车场经费是自己争取。林俊宪痛批陈亭妃跟蔡玉辉的合作关系早不是秘密，但怎么会借国民党打击党内？这不是第一次，之前选择隐忍，只是似乎变成默许，再不出声制止，只会越来越夸张。而立委郭国文也帮忙补枪。昨天呢，林俊宪委员对陈亭妃委员在市长竞选的过程当中的指控，我觉得绝非偶然。我拜托咱林俊宪立委，未来想要做市长的候选人，咱政治要靠人情味，选举免选到这悲哀啦吼。对此，陈亭妃强调，党内竞争不是斗争。赖清德一再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团结向前，而不是内部消耗。如果让我选择国民党要帮谁，我一定帮忙林俊宪啊。所以最后，也许我们会呼吁蓝的支持者接到电话民调就唯一支持林俊宪了。党内初选尚未正式倒数，但陈亭妃跟林俊宪的提名之战早已打得火热。哦，看来台南很复杂。来，林委员说你了解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的责任区是在台南，你不分区去负责台南，我负责台南，请说。那当然有列之一二啦。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林俊宪委员他所有看板都是他的，他是因为宣传为主，但是真正陈亭妃他是真的是基层实力，所以这两者之间各有千秋啦。但是如果看起来的话，以现在的民调跟基层的实力，陈亭妃是真的是凌驾于林俊宪，所以现在那个谢龙介就希望林俊宪出现，那谢龙介是不希望陈亭妃出现，因为一个有实力对有实力的，那是一个苦战啊。那我是觉得这样啦，因为他为什么过去抹红他现在又抹蓝他，这个也是他选举的招数啦。也就是说，主要原因郭信福是确实是跟陈亭妃交情非凡，所以郭信福在开始
在前议长的时候被拔掉的时候，是用司法去把它拔掉。那现在前一段时间，上个月以前又要开始他办另外一个案子，所以这个我在看了哈，民进党只有一个好处，他们现在虽然出现刀刀见骨，但是最后他们还是会团结。但是我是觉得，我还是有一点同情陈廷辉啦，要选就出来选，你已经忍了16年的啦。出来拼，搞不好你拼掉啊！以前许天才也是这样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样。林俊宪基层实力较为薄弱，但是因为他是皇帝的人，赖皇帝的人，所以有可能他出现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因而就开始抹红抹黑啊抹蓝这个陈廷辉，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陈廷辉真的也是苦战，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执政，现在的民进党，报现在的黄伟哲市长，他根本也不会去介入什么，但是郭国文跟林俊宪，他是当然是结合在一起，在打陈廷辉。台南人，这个省大委员不是台南人还不太容易评论，但是台南人不懂台南的政情啊。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我觉得陈廷飞还不至于听你的话，因为他现在觉得老娘老行在叫不来，慢给他乱来了，我也啊，所以他听你的话，反而真正哦，这搞坏了大局了。但现在我问你，谢龙介一再的不止一次的讲，如果是陈廷飞的话，他几乎可以不打了，不用打了，他认输了，他几乎这样讲哦。但是如果林俊宪可以一搏，所以昨天发生的情况有一点矛盾的，就是蔡玉辉国民党的要角，你如果搭配合陈廷飞，让陈廷飞挺你，然后你挺陈廷飞的话，这是违背了谢龙介的内心的意愿。难道你们相信谢龙介会在讲反话吗？讲反话，他其实是要陈廷飞。而不是要林俊宪，是讲反话吗？我觉得他有厉害到这种程度吗？所以蔡玉辉跟陈鼎飞的关系好，是对谢龙介不利的，这一点我搞不懂。但是目前呢，这个林俊宪现在打得辛苦的不是陈鼎飞，现在打得辛苦的是林俊宪。啊，林俊宪将来要靠的，就是说。你很多弊案，你跟谁有牵连，还有党中央，还有总统，是我这一边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不好评论啊。那我这样，我简单预测好不好？好，我预测林俊宪出现会被提名的，被提名名字有限，他会被提名，因为是赖清德人马，你可以看郭国文也是赖清德人马，所以就因为这样。他一定想办法出现，所以台南市没有初选吗？没有，会有初选，但是结果就是林俊宪有初选，有初选还是林俊宪，你看那么厉害，不要忘了有初选，当初赖清德跟蔡英文初选，赖清德还是输啊。对，就是看民调啦，因为民进党毕竟你这样远看起来，它还是有一个标准。那现在看起来，大家看民调都成分比较高，林俊宪必须追上。如果最后林俊宪的民调低于这个陈廷飞，然后你又要提名林俊宪。这不是不可能的啦，所以现在就是林俊宪在努力的希望在2026年1月民进党要提名的时候要超过他嘛，只是他们两个现在目前